奥德利夫人的秘密。玛丽伊丽莎白·布雷登。第10章。藏在坟墓里。罗伯特从怀尔德恩西回来后，在他的房间里看到他表妹艾莉西亚的一封信。爸爸好多了，希望你回到奥德利庄园。不知为何，我的继母坚持认为你在这里非常必要，并且用关于你调查的琐碎问题来烦我。我恳请你尽快回来，好让她安静下来。你亲爱的表妹。看来米莱迪很想知道我的调查结果。罗伯特·奥德利想，一边独自坐在孤寂的壁炉旁抽烟。他很担心，所以用那种迷人的、天真轻浮的样子向他的继女打听。可怜的人，可怜又不幸的罪人，我们之间的战斗似乎太不公平了。他为什么不走？现在还来得及。上帝知道，我已经警告过他，并且清楚地表明了我的立场。他为什么不走？他一边抽着烟，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这个问题。烟斗冒出的蓝色蒸汽把他包裹起来，直到他看起来像一个坐在实验室里的现代魔法师。他为什么不走？这样我就不必让他和他的家人蒙羞了。我只需要完成我对失踪朋友的责任。那个勇敢、慷慨的人，他把一切都托付给了一个卑鄙的女人。上帝知道，我不希望他受到任何惩罚。上帝知道我的命运不是追捕或报复罪人，我只想完成我的责任。我会再给他一次警告，一次坦诚的警告。然后，他的思绪集中在那个阴暗的未来景象上，那里没有任何光明，它总是阻碍着他的道路，并用一层浓密的、希望无法穿透的帘幕笼罩着他。他叔叔的痛苦降临在他身上的毁灭和荒凉，在某种程度上，这些都是他自己造成的，这些记忆折磨着他。但是，最重要的是，他想到了克拉拉·托尔博伊斯，他用他那威严的姿态催促他找到他哥哥坟墓的下落。我难道不应该去南安普敦？他想，然后设法查清那个死在文特诺的女人的底细吗？也许我应该秘密行事，贿赂那些参与那场可怕阴谋的卑鄙小人，直到我找到真正的罪魁祸首。不，至少在我尝试用其他方法查明真相之前，不要这样做。我应该去见那个卑鄙的老头，指控他参与了我可怜朋友所遭遇的卑鄙圈套吗？不，我不想像几周前那样折磨那个可怜的、被吓坏的家伙。我会直接去找主要的阴谋者，我会撕下他那掩盖罪恶的美丽面纱，我会强迫他说出我朋友命运的秘密，然后我会把他永远赶出那座因他的存在而被玷污的房子。第二天一早，罗伯特动身前往埃塞克斯郡，上午11点左右到达奥德利。尽管时间还早，米莱迪却不在家。他和他的继女去切尔姆斯福德购物了。他在当地有几处要拜访的地方，不大可能在晚餐前回来。迈克尔爵士已经大有好转，下午会下来见他。奥德利先生想去他叔叔的房间吗？不，罗伯特不想见他那位慷慨的亲戚。他会对他说什么呢？他要如何为即将到来的麻烦做铺垫，或者减轻那致命一击？他将给那颗高贵而信任的心带来的沉重打击所造成的痛苦呢？如果我能原谅他对我朋友造成的伤害，罗伯特想，然而我还是恨他，因为他给那个信任他的男人带来了不幸。罗伯特告诉他叔叔的仆人，他要去村子里散散步，晚餐时再回来。他慢慢地离开了奥德利庄园，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他生活中的烦恼和困惑都写在他的脸上和举止上，穿过他叔叔的房子和村庄之间的草地。我要去墓地，他想，看看那些墓碑。
我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让我比现在更沮丧了。罗伯特此刻正站在乔治·托尔伯伊斯失踪那天9月，匆匆赶往车站时经过的那些草地上。他注视着那天走过的小路，想起了他得知失去朋友时那种匆忙和模糊的恐惧感。我为什么会感到那种莫名的恐惧？他想，为什么他的失踪在我看来如此神秘？那是一种警告还是偏执狂？如果，毕竟，我错了呢？如果我一环扣一环地构建起来的这条证据链，只不过是我自己疯狂的产物呢？如果这一堆恐惧和怀疑都只是纯粹的臆测，一个忧郁单身汉病态的胡思乱想呢？哈，考特·托尔伯伊斯先生认为，那些我用来编造可怕谜团的事件毫无意义。我把构成锁链的不同环节分别展示给他看，他却无法看出它们完美的吻合，也无法把它们连接起来。哦，我的上帝！也许不幸一直困扰着我，也许……罗伯特苦笑着摇了摇头。我的笔记本里有证明阴谋存在的便条。他想，现在我必须揭开米莱蒂秘密最黑暗的一面。罗伯特避开了村庄，继续在草地上漫步。教堂在高街稍远一点的地方，墓地里有一扇木门，通向一片宽阔的草地。草地旁边有一条小溪，小溪蜿蜒流向一个长满青草的山谷，山谷里有几群牛。罗伯特慢慢地沿着通往墓地大门的陡峭小路向上走去，寂静风景的宁静与他悲伤的心情很相称。一个孤独的老人跛着脚走向一个台阶，想翻过宽阔草地尽头的栅栏。这是年轻律师在该地区看到的唯一的人影，唯一能证明还有其他人类存在的证据，是高街上零星房屋里冒出的浓烟。古老教堂钟楼上时钟指针缓慢的移动，是旅行者唯一能据此判断奥德利村缓慢的乡村生活尚未结束的标志。然而，还有另一个迹象。当罗伯特打开墓地的门，无精打采地走进小院时，他听到从钟楼一扇半开的窗户里传出庄严的管风琴声。罗伯特停下来，听着一段缓慢悦耳的旋律，听起来像是一位技艺精湛的演奏家即兴创作的乐曲。谁会想到奥德利教堂里有这么好的管风琴？罗伯特想。上次我来这里的时候，国立学校的老师常常用一些相当简单的和弦为学生们伴奏。我从没想过那架旧管风琴能发出这么美妙的音乐。罗伯特一动不动地站着，仿佛不想打破管风琴忧郁单调的音乐在他周围营造的缓慢魔咒。琴声在最响亮和最沉静低沉的音调之间变化，轻柔地低语般地飘过朦胧的冬日空气，给他带来一种令人愉悦的平静感，抚慰着他不安的心灵。他轻轻地关上门，穿过通往教堂门的小片砾石地，教堂门被人半开着，也许是管风琴师。罗伯特·奥德利把它完全推开，走进内院，那里有一段狭窄的石阶蜿蜒通向管风琴廊和钟楼。奥德利先生摘下帽子，打开了隔开内院和教堂主体的门。他走进圣地，里面散发着一股霉味和潮湿的气息。他走过通往祭坛台阶的狭窄走廊，从那里打量着教堂的其他部分。小小的管风琴廊就在他面前，但是绿色的帘子拉上了，他看不见管风琴师。音乐仍在继续。管风琴师演奏着一首门德尔松的乐曲，那梦幻般的忧伤深深地打动了罗伯特的心。他一边听着音乐，一边打量着教堂的各个角落，仔细研究着那些纪念被遗忘逝者的破旧装饰性纪念碑。如果我可怜的朋友乔治·托尔伯伊斯死在我的怀里，我把他安葬在这座宁静的教堂里，
安葬在我今天走过的其中一个地下墓穴里，那我会省去多少痛苦、犹豫和折磨啊！罗伯特·奥德利一边读着大理石墓碑上模糊的铭文，一边想：我本该预料到他的命运，我本该预料到他的命运啊！我会省去多少痛苦啊！正是这些可怕的怀疑和这种悲惨的不确定性，毒害了我的生活。他看了看表，现在是1点半。他咕哝道：“我还要等4、5个无聊的小时，米莱迪才能从他日常的拜访中回来。他日常的拜访，他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拜访，无论是礼节性的还是友好的。天哪，他真是个了不起的演员，一个狡猾的骗子，一个完美的伪君子。但他不会再在我叔叔的屋檐下继续他那邪恶的喜剧了。我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在外交手腕上。他无视了我的警告。今晚我会和他坦诚地谈谈。”音乐停止了，罗伯特听到管风琴师关上了乐器。我想认识一下新的管风琴师，他想，不是所有的管风琴师都能承受把自己的才华埋没在奥德利。每年只拿16英镑的薪水来演奏门德尔松最好的赋格曲。他留在院子里，等着管风琴师走下那段不方便的楼梯。由于他感到疲倦和担心，而且还要独自度过5个小时，奥德利先生觉得任何事情，无论多么微不足道，都能让他分心，这对他来说都是一件好事。因此，他决定最好还是把好奇心倾注在管风琴师身上。他看到的第一个走下陡峭石阶的人，是一个穿着灯芯绒裤子和一件深色亚麻长外套的男孩。他拖着脚步走下楼梯，钉着铁钉的鞋子发出的噪音比必要的要大得多。他的脸因为费力的给旧管风琴吹风箱而长得通红。男孩后面是一位年轻的女士，她穿着一件朴素的黑色丝绸连衣裙和一条长长的灰色披肩。当她看到奥德利先生时，脸色变得苍白。这位年轻的女士正是克拉拉·托尔博伊斯。罗伯特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克拉拉。他告诉过他，他打算去埃塞克斯郡拜访朋友，但是这个郡很大。奥德利是一个很少有人去的村庄。他失踪朋友的妹妹在奥德利，他可以在那里监视他，并从他的调查中得出结论。这使事态的发展出现了一种相当出乎意料的复杂情况。这种情况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无能为力。那时他曾惊呼：“一只比我的手更强大的手，指引我走向我老朋友那不为人知的坟墓。”克拉拉·托尔博伊斯先开口了：“奥德利先生，您对我的出现感到惊讶吗？”他问道。“非常惊讶。我告诉过您我要去埃塞克斯郡。我前天离开了家，离开的时候收到了您的电报。我住在我朋友马尔廷夫人家里，她是斯坦宁山新任教区长的妻子。因为马尔廷夫人要和傅牧师夫妇一起参观学校，所以今天早上我决定来看看这个村庄和教堂。于是我走了进来，一直想在旧管风琴上弹奏一首曲子。直到我来到这里，我才知道有一个叫奥德利的村庄。我想这个名字和您的家人有关系，对吗？”“我想是这样。”罗伯特回答说。他很惊讶这位年轻的女士如此平静，而他自己却感到如此困惑。我依稀记得听过一个叫奥德利的人的故事。他生活在爱德华4世统治时期。祭坛台阶下面的坟墓是一个奥德利骑士的，但我必须承认，我从来没有费心去记住他的事迹。您打算在这里等您的朋友吗，托尔博伊斯小姐？”“是的，他们参观完后会来这里接我。”“您今天下午会和他们一起回到斯坦宁山吗？”“是的。”
罗伯特手里拿着帽子，心不在焉地看着墓碑和墓地低矮的围墙。克拉拉·托尔博伊斯注视着他苍白的脸，那张脸因长久困扰他的忧虑而显得憔悴。奥德利先生，自从上次我见到您以来，您生病了吗？克拉拉·托尔博伊斯用一种低沉的，与他自己演奏的旧管风琴忧郁悦耳的音调相似的语气问道。不，我没有生病，但是我一直受到困扰和折磨，充满了无数的疑虑和犹豫。当他和他说话的时候，罗伯特想，他知道什么？他怀疑什么？罗伯特已经把乔治失踪的故事和他自己的怀疑告诉了他，只是没有说出与这个谜团有关的人的名字。但是，如果这位年轻的女士解开了这个谜团，并且自己发现了被他隐瞒的事情呢？他凝视着他的脸，罗伯特知道克拉拉想读懂他内心深处的想法。如果我受他控制了呢？罗伯特想，如果我受这个女人的控制了呢？她和我失踪的朋友长得很像，而且像帕拉斯·雅典娜一样聪明。她读懂了我可怜的、犹豫不决的灵魂的深处，用她那庄严的棕色眼睛的魔力，从我这里窃取了我的想法。我们之间的战斗是多么不公平啊！我怎么能再次战胜她那美丽和智慧所散发出的力量呢？奥德利先生正清了清嗓子，准备向他美丽的同伴道早安，并逃离他那令人不安的陪伴，走向墓地旁边的孤寂草地。但克拉拉·托尔博伊斯却打断了他的意图，说起了他最不想听的话题。奥德利先生，您答应过我会写信给我。他说，如果您发现了任何可以部分解释我哥哥失踪之谜的事情，既然您没有写信给我，我想您什么也没有发现。罗伯特沉默了一会儿，他该如何回答这样一个直接的问题呢？把你哥哥神秘的命运和你怀疑的那个人联系起来的间接证据链。他在停顿后回答说，是由非常薄弱的环节组成的。我想自从上次我在多塞特郡见到你以来，我又发现了一个环节。您不想告诉我您的发现吗？是的，但是只有当我发现了其他证据的时候。从您的电报中，我猜想您会去怀尔德恩西。我已经去过了。真的吗？那么您在那里发现了什么吗？是朱迪。是的，最细。罗伯特回答说，您不能忘记，托尔博伊斯小姐，我的怀疑是基于两个人的身份，一个据称已经死了的人的身份，和另一个活着的人的身份，和另一个活着的人的身份。我认为您哥哥所遭遇的阴谋取决于这个事实。如果您的妻子海伦·托尔博伊斯死于他文件上写的日期，如果埋葬在文特诺墓地里的女人是墓碑上刻着同样名字的女人，那么就没有案件需要调查，也没有线索可以让我解开您哥哥命运的谜团。我快要迈出重要的一步了。我相信我可以冒险玩一场危险的游戏，而且我相信我很快就会知道真相。罗伯特说话的声音很低，而且带着一种强烈的语气，这表明了他的激动程度。托尔博伊斯小姐伸出她那只没有戴手套的手，放在罗伯特的手上。那只纤细的手冰冷的触感让他感到一阵寒意。您不会让我哥哥的命运还是个谜，克拉拉低声说。我知道您会完成您的任务。当克拉拉·托尔博伊斯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教区长的妻子和他的2位同伴走进了墓地。罗伯特·奥德利握紧了他的手，把他举到嘴边。托尔博伊斯小姐，我很迟钝，也很犹豫。罗伯特说，
但是如果我能让您的哥哥乔治恢复生命和幸福，我会这样做，即使这需要我付出巨大的代价。恐怕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解开他命运的秘密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我必须牺牲那些比我自己更珍贵的人。罗伯特戴上帽子，迅速地从通往草地的门离开了。马尔廷夫人则走进了院子。克拉拉，和你密谈的那个英俊的男人是谁？他笑着问。他是一个叫奥德利先生的人，是我可怜哥哥的朋友。真的吗？我想他一定是迈克尔·奥德利爵士的亲戚。迈克尔·奥德利爵士。是的，亲爱的，奥德利教区最重要的人物。过几天，我们要去奥德利庄园拜访，你会亲眼看到这位从男爵和他年轻美丽的妻子。他年轻的妻子，克拉拉·托尔博伊斯重复道。他严肃地看着他的朋友。迈克尔·奥德利先生最近结婚了吗？是的，他守寡了16年，大约1年半前娶了一位身无分文的年轻家庭女教师。这个故事很浪漫，据说奥德利夫人是这个郡的美女。但是，走吧，我亲爱的克拉拉，小马等我们等得不耐烦了，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回家吃晚饭。克拉拉·托尔博伊斯坐在小马车的小座位上，这辆小马车在墓地正门旁边等着，由一直在给管风琴吹风箱的男孩照看着。马尔廷夫人摇了摇缰绳，那匹强壮的栗色小马便小跑着向斯坦宁山奔去。范妮，你会告诉我更多关于奥德利夫人的事情吗？托尔博伊斯小姐在沉默了很久之后问道。我想知道关于她的一切。你知道她婚前的姓氏吗？是的，她姓格雷厄姆。她很漂亮吗？是的，她非常非常漂亮，虽然是一种相当孩子气的美丽，有着大大的、明亮的蓝眼睛和像羽毛瀑布一样披在肩上的金色卷发。克拉拉·托尔博伊斯沉默了，没有再问关于米莱迪的问题。他记得乔治在蜜月期间写给他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，信中说：“我亲爱的妻子在我给你写信的时候看着我。啊，克拉拉，我多么希望你能见到她。她的眼睛像晴朗夏日早晨的天空一样蓝而明亮，她的头发像意大利画家画在圣母头上的金色光环一样披在脸上。